好，所以香龙从川普的世界里头没有盟友。我觉得他在修理加拿大的过程当中，就是示范给全世界看，你们不要再认为美国是盟友，然后要跟我要这个要那个，没有这回事，连加拿大都不行，你们谁都不行。然后甚至于马斯克要去改革英国，那英国跟美国之间的那个传统的有文化根基的同盟关系，可能都有他的问题在。在川普的眼里头，只有习近平跟普丁可以来跟我谈判，其他的人都别想。把马斯克跟川普划等号是不对的。我觉得马斯克在许多的议题立场方向的一致性比较好，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他基本上面他的一致性为主，但川普并不是。所以如果现在把马斯克的想法、马斯克的做法认为呢，川普呢就是一个很有原则，而且敢于为天下先的人，那个是错误的。譬如说最近川普的讲话里面，他在指责乌克兰不应该去暗杀那个俄罗斯的核生化的这司令，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听起来很有正义感了，听起来很重视是非。可是他暗杀苏雷曼尼呢？苏雷曼尼那个时候在哪里？是在往巴格达的路上。苏雷曼尼也不是战场上，你也没有对伊朗宣战啊。那他也不是在战场上面啊，可是一颗导弹就把他杀了，杀了之后，你觉得他杀苏雷曼尼他有任何歉意吗？没有。再倒过来讲，今天当以色列在暗杀呢不敢这个哈尼亚，在伊朗的德黑兰暗杀哈尼亚，或者以色列暗杀真主党的领袖，请问你美国讲过什么？请问你川普讲过什么？没有。换句话说，暗杀这种的事情，就是只不过是一时之间讲个场面话，因为眼前解决俄乌的问题，对于川普就任就很重要。因为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印象中最鲜明的口号就是我上任第一天的时候呢，就要结束俄乌战争。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批评乌克兰，只是觉得说乌克兰你现在不用再增加战果了，你现在赶快等着，就是我上来了之后解决俄乌战争。对，但是不要因此误以为就是说呢，他对这件事情的定见是有一致性的。就是川普就像最近在谈到抖音，他 1.0 谈抖音跟 2.0 谈抖音是完全感觉上抖音是两家不一样的公司啊。换句话说，今天川普之所贵，川普能见之。1.0 的时候呢，抖音搞我，所以我一定要把抖音灭了。可是呢，2.0 的时候呢，抖音捧我，所以我一定要解救抖音。没有什么是非跟原则。这个呢，大家在这一次他大选大胜之后，所附加在他身上的某一些的政治原则的想象，我认为那是很空泛的。是很虚幻的。香龙，你不觉得这很有一致性吗？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是啊，所以这个其实也很有原则性，就是只要符合我利益就好。所以用 1.0 呢去推2.0是没有意义的。没错，就是在许多的立场跟原则上面都不一致。好，那同样当他呢在谈加拿大。谈加拿大，他在短短的一个多礼拜之内，他已经消费加拿大3次了。消费加拿大3次，但是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关系远比大家想象复杂。第一个就是刚永明提到的，就是全世界其实的最长最直线的边境线就在美加边上，其他的是画一条横线，就是一条画出来的线，几乎是那个呢就是呢关在办公室里面的一根尺呢就描出来的。我们这种的线呢，你只在一些的第三世界的这些的殖民地。在殖民地解放之后呢，简单的敷衍的画一下会看到，可是没有像美加这么长的。对，那美加你就告诉他，它就是一个大殖民时代所留下来的后遗症。第二个就是说，加拿大本身比美国呢要复杂，就是它有一个魁北克每次公投要独立的时候呢，其实那个票数是很接近的。它的法语系的力量呢是很强的。加拿大的中央政府呢对魁北克都要另眼相待。就算呢不是魁北克这种法语系的地方，牵涉到呢美加之间呢激烈的这种利益冲突的时候，像它的安大略省，
其实呢，在这次的事件当中来讲呢，立场呢也非常的强硬，他很难的用一个简单标准的去看说美加之间是什么关系。第三个就是说，加拿大人呢有一点他是绝对不会成为美国第51州的，因为加拿大没有枪。光是这一点呢，就知道呢，加拿大人，如果你到加拿大，枪支管制，如果你到加拿大觉得加拿大的治安，你到加拿大的生活，你会觉得呢安全感突然间的提高很多。他没有枪，他没有泛滥的毒品，这个呢都比美国呢要单纯很多。所以呢，加拿大呢其实就是一个在美国觉得不安的一个后花园。但是因为它的边境的管制呢，又其实跟申根国家是一样，是形式上面有边界，但是实质上没有什么边界。你从加拿大进美国，美国进加拿大，其实非常非常方便的，维持现状对加拿大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呢，川普呢，其实他在谈加拿大的时候是非常美国中心的，因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加拿大，你看到美国在他思考他的国家安全的时候，其实他的大部分的国家安全都需要加拿大当他的防弹衣。绝大部分他认为从俄罗斯呢，或者朝鲜，或者是中国呢发射过来的洲际导弹，都是从北极海过来的。北极海过来一定会先经过加拿大。北美防空网的设计就是要让所有可能攻击到美国本土的核导弹，都要在加拿大上空就要处理掉。所以美国呢，对加拿大来讲，他根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呢，在战争的时候的美国的缓冲区。所以他在谈加拿大的时候呢，他不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去看的，是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去看的。它就是呢，美国的国家安全的缓冲区。美国在它的2个海岸线，它主要的思考，他认为会引发它的安全危机的，不是从海岸来的，是隔着北极海过来的，因为那距离更近。对，所以呢，加拿大本身呢扮演这样的角色。第二个就是说，川普在消费加拿大有啥好稀奇的？你看他1.0刚上来的时候，他在跟丹麦说，那个格陵兰你卖给我吧。你那个时候你也会觉得开玩笑，丹麦这么小一点的地方呢，他就靠格陵兰撑场面了，还卖给你，他还开价呢。他开的价格，以川普现在的财富，他都可以买好几个格陵兰了。在当时，丹麦也觉得你开玩笑吗？不理他，就像现在的加拿大一样，觉得他总统在跟我们开玩笑，他没有开玩笑啊。你事后知道呢，丹麦知道他是认真的，连要访问呢都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你是要来我这地方逼我卖格陵兰，那我还玩着让你来干嘛呢？同样的，加拿大呢一开始就没有搞清楚。如果你想起格陵兰就在加拿大的边上啊。就在呢北大西洋的要进北极海的入海口，一个大的岛，全世界最大岛塞在那个地方。他们对于所有格陵兰跟加拿大的思考，都是美国本土国家安全的思考。否则，加拿大的人口、加拿大的资源对美国来讲，用贸易去处理就好了。他何必把它搞得这么的复杂？川普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标准的美国中心主义。可是我只是觉得这段时间里面，因为川普每一天都主导了这个世界的风向。以至于呢，川普胜选了之后，大家附在川普身上的对2.0的所有的规则想象里面都太清纯了。川普不是这样的人。我刚讲的这些的事情，1.0跟2.0的川普，你会觉得不是同一个川普，所以不要把它想得太单纯。至于呢，双普的见面，我认为对美国来讲，俄乌战争的解决之后，对美国的首要不是战火的停止。而是呢，俄乌的战争结束了之后，乌克兰的现状，美国可以得到什么好处？美国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呢，能得到什么好处？美国一定要去参与，他不是把战争的停火了之后就处理掉的，而是战后我在乌克兰能保有什么利益？那才是美国真正在乎的。乌克兰还有许多的稀有矿产，包括稀土在内，是美国呢非常觊觎的。这个呢跟俄罗斯的思考呢就不一样了。所以眼前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呢，谈到川普每天呢都成为国际新闻当中的头条。可是呢，川普的一致性不要太当真，所有的他此刻讲的那句话，就只有此刻的保鲜期而已。好，所以刚刚其实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如果美俄是真正的对手，去看乌克兰的话，俄罗斯要的是领土，俄罗斯要的是安全缓冲区，俄罗斯要的是乌克兰不加入北约。那么川普可能要的就是
乌克兰剩下来的资产。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去观察美俄去如何的来看乌克兰。好，那么要非常谢谢魔子的斗内，他说他个人解读很简单，普京不跟美国代理人谈判，真的重选再讲就讲这个乌克兰啊。那谢凤汉他说，川普如果不想要泽伦斯基也不是川普的代理人，他是拜登的代理人。对，谢凤汉呢，他说川普呢如果不想走像拜登成为短暂的现象，必须要走正道，而非只图谋私利。美国内部的党争激烈，又没有媒体在旁边帮腔，一分好说成不好，一分坏也讲成10分坏，不好不坏也是弥天大罪。他的执政路途并不平顺，攘外必先安内。不过美国内部很复杂，现在呢，其实它这个整个的社会现象那川普要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些社会现象？这也是我们未来，反正世界一定大乱。2025年，我在猜想，2025年可能最后的关键字就是乱，应该最后出来的关键字不是川对，是乱。呀呼！